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明，又见面了。上一期讲了涡轮引擎的结构和几种配置，其中提到了涡轮引擎可以高效地涵盖0到3马赫的速度范围。这一期我们将看看如何进一步提高速度。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，先要铺垫两个问题。第一，飞机的飞行速度变化很大，压缩机如何承受各种速度的气体？第二，如果涡喷超过3马赫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由于篇幅的限制，上一期并没有讨论这些，而且这两个问题跟本期的内容更相关，所以放到这里来讨论。对于第一个问题，其实压缩机承受不了，它需要的气流总是均匀的亚音速气体，其关键就在于压缩机之前的外壳进气道。气体先流入进气道，经过调节后才到达引擎的压缩机。对于亚音速的飞机来说，进气道的作用相对没有那么大，长度可以很短。如果流入的气体速度到达音速，会在进气道口产生一个锥形的激波，温度和密度都远远超过周围的空气。压缩机没办法处理这样的激波，所以需要由进气道来小心控制激波的位置，避开压缩机。有的飞机在进气道的入口处会有个进气锥，可以根据飞机的速度来移动进气锥，调节激波的位置。气流受到进气道的形状调节，降低了速度，得到了压缩。这一步也称为预压缩，也就是在压缩机之前预先进行的压缩。总的来说，进气道的存在使得不管飞行速度如何，到达压缩机的气流性质变化不大。飞行速度越快，进气道能提供的压缩越多。关于涡喷超过3马赫的问题，上期提到过，涡轮前温度有一个上限，超过的话，涡轮的材料便无法承受。这个温度来自几个方面。流入气体的温度是 T0， 进气道的预压缩提高了 delta T1 度，压缩机进一步提高了 delta T2 度，最后是燃烧室提高了 delta T3 度，成了涡轮前温度 T4。流入气体的温度和涡轮前温度都可以看作常量。随着速度的增加，进气道的预压缩会增加，使得 delta T1 增加。高温气体进入压缩机，容易引起压缩后的气压过大而阻塞气流，而且一旦 delta T1 加 delta T2 变大，就需要降低 delta T3， 这等于燃烧室不能加太多能量给气体。这两种情况都降低了推力，使得速度没法继续提高。曾经有一架涡喷的米格25强行飞行到 3.2 马赫，结果引擎损坏到无法修复的程度。有了这些基础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探讨如何在大于3马赫的时候保持效率。当速度大于3马赫的时候，进气道已经提供了大部分压缩，压缩机反而只提供了一点点。那么干脆把压缩机去掉。前面提到过，涡轮存在的目的是通过轴驱动压缩机，既然没有了压缩机，那么连轴和涡轮也不要了。这么一来，整个引擎变成了一个没有机械运动部件的管子。这样的设计叫做 ramjet 冲压引擎，这个名字来自于进气锥的冲角形状。虽然说是管子，但粗细不是均匀的，在进气道末端有个收窄的区域，给气流一个阻碍，使其降到亚音速。也因为这个引擎就是一根管，洛克希德在50年代使用冲压引擎的 X7 飞机有个外号叫飞行煤气管。注意，冲压引擎仍是压缩、加热、排气这样的3个阶段，只是不需要压缩机和涡轮。也因为没有这些部件，冲压引擎变得很轻，推重比可以到40以上，是普通涡喷的好几倍。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，冲压引擎的压缩来自于高速流入的气体，不能主动吸气，它没法在静止状态下使用。一般来说，需要2马赫以上才能稳定启动，在3马赫以上效率超过涡轮喷气引擎，可以加速到5马赫以上的极超音速。那么如果冲压引擎继续加速下去会怎么样呢？在5马赫的时候，冲压引擎的进气道已经没办法把气流降到亚音速了。进入燃烧室的超音速气流引发的激波会熄灭火焰，造成停机。如果把收窄区域去掉，加上一节表面粗糙的分离器来散射激波，进入燃烧室的就会只剩下分离后的均匀气流。这个设计叫做 scramjet 超音速燃烧冲压引擎，简称超燃冲压引擎。最大的特点是气流在超燃冲压引擎内一直处于超音速的状态。
超燃冲压引擎稳定启动的速度是4马赫，理论上最高速度在15马赫以上。实验中最快的是 NASA 的 X43， 达到过 9.6 马赫。超燃冲压引擎有2个显著的缺点，第一是激波需要通过分离器耗散掉，这部分能量完全浪费了。第二是超音速气流通过小小的燃烧室只有几毫秒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燃料和空气混合燃烧，能释放出来的能量不多。这些缺点使得超燃冲压引擎的推力很小，推重比只有2左右。既然激波的产生无法避免，能不能好好利用它的能量而不是浪费掉呢？这就得看尚处于早期开发中的 Scramjet 激波引导燃烧冲压引擎。虽然缩写只是比 Scramjet 多了个 H， 但全名和原理都很不同。它的燃料不是在燃烧室喷入的，而是在进气口。空气和燃料一路沿着进气道被混合和压缩，有足够的混合时间。当激波不可避免的产生之后，引擎的非对称几何形状会引导这个激波往燃烧室的方向传播，而不是来回反弹消耗掉，解决了能量浪费的缺点，还省去了分离器。到达燃烧室的混合物在压缩后温度提高，能被激波的能量点燃，不但不用担心激波吹灭火焰，还把激波变废为宝。这个引擎需要5马赫以上的极超音速气流才能启动，理论上最高速度在17马赫以上。可以观察到，这几种冲压引擎都没有办法在静止状态下启动，在实验中需要用别的载具把它们加速到启动速度。但普通的飞行器需要在跑道上起飞，所以必须能从静止状态下启动。当然，有人说能在地面上用磁悬浮把飞行器加速到3马赫以上，再开启冲压引擎起飞。但这样的话降落怎么办呢？降落在一个3马赫的平台上，遇到紧急状况需要迫降又怎么办呢？所以这样的方案只是在诈骗而已。飞行器一定需要凭自身力量在静止状态到最高速度之间运行才可靠。这里就需要把2个不同设计的引擎拼起来使用。冲压引擎本身就是一个管而已，内部空间足够放一个涡喷，圆环套圆环，两者共享进气道和喷嘴，这被称为 Turbo Ramjet 涡轮冲压引擎。SR71 的 J58 引擎就非常接近于这个设计。它的进气道内有个连续可调的活门，低速的时候空气进入内环的涡喷，随着速度的提高，越来越多的气体变成从外环流到后方的冲压，如此一双拼就得到了一个既能从静止状态下启动，又能长时间稳定工作在3马赫以上的引擎。它结合了涡轮引擎和冲压引擎的特点，可以在2种不同的结构下无缝切换。这类可以在多种模式下转换的引擎称为 Combined Cycle 组合循环。同理，冲压引擎和超燃冲压引擎也可以来个双拼，就成了 Dual Mode Ramjet 双模式冲压引擎。3到5马赫用冲压模式，5马赫以上用超燃冲压模式。在冲压模式的时候，不是通过几何形状来把气流降到压音速，而是通过燃烧室加热的气体膨胀反向减速气流。所以在几何形状不变的情况下，可以工作于冲压和超燃冲压2个模式。双模式冲压再和涡喷一拼，得到的引擎能工作于0到7马赫这个很大的速度范围。从目前的资料来看，正在研发中的用于 SR72 的 Turbo Base Combined Cycle 引擎就是用这样的设计。它没有延续 SR71 的里外拼的方式，而是上下拼，涡喷在上，双模式冲压在下，两者共享一部分进气道和整个喷嘴。不知道如何解决启动不同引擎造成的重心变化问题。最近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组合循环引擎，变化的是旁通比，比如 XA100 和 XA101。前面提到涡扇引擎有2股气流，一股进入核心机燃烧后往后喷，另一股从外涵道直接往后吹。这种可变旁通比的引擎增加了第3股气流，它可以切换成从核心机走，降低旁通比，提高超音速区间的推力和速度，更像涡喷；也可以切换成从外涵道走，提高旁通比，改善亚音速区间的燃油效率，还能冷却核心机，更像涡扇。XA100 已经在5月完成了初始实验，能省油 25%， 增加 35% 的续航范围，或者增加 10% 的推力。
XA101则还在研制阶段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一些媒体在转载的时候添油加醋，说是可以在涡扇、涡喷、冲压3个模式下切换，包括一些军事博主都不看原文而相信的新闻，这是错的。XA100和 XA101只能在涡扇和涡喷之间切换，J58只能在涡喷和冲压之间切换，这两者都不能在3种模式之间切换。除了多频之外，还有另一个思路可以拓展涡喷的速度范围。既然3马赫以上无法稳定使用涡喷的原因是温度太高，那么如果能把空气冷却下来，是不是能让普通的涡喷飞到更高的速度呢？还真行，这个设计叫 Pre-cooled 预冷却。早期的材料和加工技术还没那么好，引擎能承受的温度较低，只能通过冷却来降低气体温度，短暂的提高推力。冷却的方法就是在进气道和压缩机之间增加一个灌注系统，喷水来给气体降温。你没听错，喷水。早期的喷气机，比如波音707的早期版本，就有注水冷却系统，用来提高起飞过程中的推力。前面提到的米格20也有，不过更暴力，是用酒精作为冷却剂，因此闻名飞行餐厅。现在仍处于研发中的预冷却就强大得多了，可以用于长时间提高速度。比如 Sabre 引擎在进气道和压缩机之间加了一个液氦的毛细管热交换器，可以在10毫秒内把1000度的空气冷却到环境温度，供压缩机使用。Sabre 的涡喷部分可以工作于0到5马赫，远远超过普通的涡喷。它还有一个火箭引擎模式，可以一直加速到轨道速度，大于25马赫。以后航天引擎系列还会再次提到这个引擎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讨论了什么样的引擎适合3马赫以上的速度，以及如何把不同结构的引擎组合起来使用。这些设计往往已经达到了人类科学和工程的极限，但不管是涡轮引擎还是冲压引擎，变化都是发生在压缩和排气的阶段。燃烧室的部分都是一样要烧燃料。除此之外，燃烧室还有别的选择吗？下期将探讨这个问题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